第263章药老沉睡。脸色变幻地盯着手中的淡蓝金属片，这位云岚宗的掌控者，那恬静淡然的美丽脸颊上破天荒地闪过一缕急切，玉手悄然紧握，心中不断翻腾着。海之星甲的碎片怎么会出现在这里？难道那小家伙先前也在这里不成？既然海之星甲已经破碎，那他也应该受了极重的伤吧。这家伙怎么哪里有事都有他啊？目光泛着许些焦急地在地面上扫过，可却是没有找到半点可疑的痕迹。锦袍女人柳眉微竖间隐有几分怒气。云韵宗主，你这是……一旁老者瞧得锦袍女人竟然这番姿态，不由得一愣，惊诧地问道：这还是他头一次瞧的这位云岚宗的掌控者会同时闪现过如此多的异样的情绪。呵呵，没事。被老者的声音惊醒，锦袍女人俏脸上的急切迅速收敛，瞬间后便是回复了先前的淡然，笑了笑，当着老者的面将海之星甲的碎片收进那戒中，轻声沉吟道：家老，我想我们应该调查一下先前那4位斗皇强者的确切身份，毕竟那2位他国的斗皇强者潜入加玛帝国，应该不会只是来游玩这么简单。闻言，老者顿时有些诧异地望着锦袍女人，以他的性子可不像喜欢对这些感兴趣的人啊。先前那金属碎片究竟什么东西？心中闪过一抹疑惑。老者身为帝国皇室的守护者，对于这些外来强者的调查却是属于分内的事。本来他还在打算出口请云岚宗也顺便帮帮忙，没想到他竟然是主动开了口，因此老者也是面带笑容的点了点头，顺水推舟的笑道：也好，下面便是盐城了，墨家总部正好在此处，先收集一些情报吧。美眸瞟向地面下的城市，锦袍女人笑了笑，旋即便是率先对着盐城之外降落而下，其后老者也是不急不缓地跟了上来。3天之后，石墨城墨铁佣兵团总部，幽静的房屋，淡淡的檀香缭绕其中，让得人精神略微有些舒畅与陶醉。在房间角落的床榻之上，少年眼眸紧闭地躺在其上，许久方才有一次的微弱呼吸，让得人忍不住的有些担心那口气会不会忽然的接不上，而导致那最悲惨的结果。躺在床上的少年迷糊间隐约地感觉着周围不断有着人来回走动着，许久后，随着几道低低的叹声响起，缓缓消失。不知道是在多少次的关门声响后，床榻上犹如死人一般的少年手指忽然轻轻颤抖了颤，半晌之后，微弱的呼吸终于是强盛了一点。再过的一会，睫毛轻轻颤抖，眼皮挣扎着微微睁了开来。淡淡的柔和灯光透眼而进，萧炎的手掌猛地一紧，努力地移动着目光，将这处略微有些眼熟的房间完全打量之后，方才重重地松了一口气，全身疲软地躺在柔软的床榻上，没有丝毫的气力动弹，微微地喘着气。待得脑子完全清醒之后，一股股记忆迅速从脑海深处涌出，让得萧炎回想起了事情始末。受伤了吗？回想起当时那毁灭火浪席卷而来时的剧痛，萧炎苦笑了一声，轻吸了一口略带着檀香的空气，脑子更是清明了一点，缓缓闭目，心神逐渐地沉进体内。随着心神沉入体内，顿时一副残破的几乎让萧炎目瞪口呆的身体内部状况出现在了他的心神注视之下。望着这具犹如被恐怖力量强行摧毁过一次的体内，萧炎心头猛地下沉了许多。他虽然能够猜到自己受的伤不轻，可却依然是没想到这个不轻竟然是到了这种地步。现在体内的这副惨状，若是放在其他任何一个人身上，恐怕唯一的结局那便是成为彻彻底底的废物。这次麻烦大了，苦涩的在心中喃喃了一声。萧炎的心神顺着残破的经脉缓缓地流转着，最后来到小腹位置的气旋之上，望着那气旋内部仅仅残余的几滴青色液体能量，心中再度叹了一口气，这可真的是雪上加霜啊。气旋中央位置，一个细小的光点微微蠕动着，在光点之内隐藏着萧炎最大的底牌青莲地心火。不过此时的萧炎却是不敢从中抽调出一丝清火，现在体内的经脉已经到了一个临界点，他甚至不怀疑，若是现在谁再在自己身上给狠狠加上一掌，恐怕自己就得真正的彻底完蛋了。
心情沉重地从体内撤回心神，萧炎缓缓睁开眼，苦笑着摇了摇头，叹了一口气，愣愣地盯着天花板半晌。萧炎心间忽然猛地一颤，他现在才想起，从醒来到现在似乎差了点什么。现在他终于想起来了，药老竟然没有动静。想起这一事情，萧炎的脸色霎时间变得极为难看了起来，心中急忙呼喊道：“老师，老师！”呼喊持续了几分钟，犹如石沉大海一般，没有丝毫的回应。而萧炎的心也是随着药老回复时间的延长而越加下沉。出事了！嘴角微微抽搐着，萧炎猛然间感到口干舌燥，一股恐慌的情绪悄悄地从心底深处蔓延了出来。这种恐慌就犹如几年之前自己从天才一夜变为废物的那一刻所产生的恐慌一模一样。自从与药老熟识以来，只要有着他的存在，萧炎心中便是无比的踏实，因为不管怎样，他也清楚，只要药老在，那么他便绝对不会让得自己真正的死亡。可如今药老忽然杳无音信，这让得一直将他视为依赖的萧炎真正的感觉到了一股难以掩饰的恐慌。紧紧地咬着嘴唇，萧炎费尽全身力气地抬起手掌，当他瞧得手指上那枚安然无恙的黑色古朴戒指之后，方才轻松了一口气，努力地将心中的恐慌压制而下。萧炎再度闭上眼眸，灵魂力量在身前纠结成一丝，然后对着黑色戒指触碰了过去。当灵魂力量刚刚接触到黑色戒指时，一股庞大的吸力猛地自其中爆发而出，旋即在萧炎猝不及防之下将之吸进了黑色戒指内。灵魂力量的触感先是一黑，紧接着便是出现在了一处充斥着淡白光芒的圈罩之中。在那圈罩内，药老那虚幻的身形正漂浮在半空，笑盯着萧炎的那一缕弱小灵魂力量。小家伙，你终于醒过来了啊！药老飘近萧炎，笑道：“老师，您没事吧？”瞧得药老的身形，萧炎心中的重石这才落了下来。不过虽然心中轻松了一点，不过他并非笨蛋，以前药老与他说话直接就能在心中对话，而现在却必须他进入黑色戒指方才能交谈。由此可知，药老的情况应该不太好。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和坏消息。药老笑了笑，手掌轻拍了拍萧炎那由灵魂力而构成的虚幻人影，欣慰地笑道：“好消息便是，我很佩服你，你所创造出来的那佛怒火莲，那毁灭性的威力，即使是我也为之感到惊叹。日后你若是能够将之创造完善，我想同等级之中，你应该再无敌手。”萧炎脸庞上没有喜悦，佛怒火莲威力的确恐怖，可使用它的代价也同样是恐怖的有些让人难以接受。至于坏消息，或许你应该已经发现自己那被破坏得一塌糊涂的身体内部了吧？药老笑道：“很严重。”萧炎点了点头，叹道：“基本快要崩溃了。”“呵，伤势虽然严重，不过只要调养得当，会逐渐恢复。我已经为你安排好了一个休养程序，待会我会传给你，只要你按照我所说的做，你会恢复巅峰的。”药老笑了笑，说道：“那老师你呢？”敏感地听出了药老的一丝弦外之音，萧炎急忙问道：“我？或许这才是最大的坏消息。你虽然成功了，创造出了一次堪称完美的爆炸盛宴，不过那可是抽取了我将近70%的灵魂力量，加上最后还在那火浪中保护你，我的灵魂力量几乎被消磨殆尽了。”药老苦笑道。闻言，萧炎脸色狂变，那由灵魂力所凝聚而成的虚幻人影猛地波动了起来。“别急，虽然灵魂力量被消磨殆尽，不过并非是不能恢复，只是我可能要像以前那样沉睡一段时间了。”药老柔和地盯着紧咬着嘴唇的萧炎，笑道：“以后的一段时间，或许老师不能再继续保护你了，一切的事情都得靠你自己了。”望着那笑容安详的药老，萧炎眼圈忽然红了许多，拳头紧紧地握着，低声嘶哑地道：“对不起，老师。”萧炎心中清楚，若非自己一意孤行的想要融合一伙，那么药老的灵魂力量也绝对不会被吸收殆尽，现在也不用以沉睡来回复力量了。呵，不用自责，只是沉睡一段时间而已，又不是彻底消散。你所创造的佛怒火莲，我很满意，我的学生的确非同常人。
拍着萧炎的肩膀，药老大笑道：“好了，剩余的灵魂力量快要使用光了，你出去吧。青灵的事无需担心，那绿蛮不会像墨家那样对待他，放心吧。”药老的身体忽然变得虚幻了许多，他对着萧炎挥了挥手，笑道：“老师，保重。”双膝缓缓跪立虚空，萧炎红着眼圈，头颅对着药老重重地磕了下去，欣慰地望着那经历这番变故彻底脱离稚嫩的少年。药老含笑点头，虚幻的身体终于是逐渐地完全消散在了光圈之中。小家伙，希望等我苏醒过来时，能看到一个彻底成为强者的弟子。戒指中我存有一些古灵冷火，若是危机关头可以使用它们。另外，从认识到现在，老师对你非常满意。蕴含着许些期盼的淡淡笑声缓缓的光圈之中响彻着，久久不散。缓缓站起身子，萧炎望着空荡荡的光圈，哀伤地深吸了一口气。从此以后，他便是要孤独地面对整个世界了。